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聊聊我诵持准提咒第2年体会和感悟。我很幸运，现在没啥可求的了。最重要的就是求了不一定能成，成了在不合适的时间也未见得是一件好事。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持诵准提咒呢？我最近新了解一个概念，还涉及到一点生物学的知识。在我们吞咽的时候，如果你捏上鼻子，你听到声音就会有变化。你有过坐飞机之后就像耳朵里被谁塞了鸡毛一样，听不清别人说话？你们这脑子都装的是大米粥吗？喝粥了。你们给我长点心，长点心。还有点心？没有，我最爱吃。没有，爷爷没有，吃不了兜着走。不用带走，我就在这儿吃。有的人说嚼口香糖能恢复，我试了根本没有用。后来我自己发明了一招，捏上鼻子，闭上自己的嘴，然后使劲鼓气，这样，然后我就能听到耳朵砰砰2声，就恢复正常了。我们耳朵里的鼓膜只有在吞咽和打喷嚏的时候它才会是张开的，在诵持经文当中的特定词语就会打开我们不同的大脑开关，而且我们自身都是带着不同的能量振动频率的。高兴的时候能量振动频率就高一点，放屁都砸脚后跟的时候呢，能量频率就低一点。那怎么能提高自己的能量呢？先贤的智慧，诵经持咒都是宇宙中最原始的法则和真理，都是属于高频率能量的。根据共振原理，你去看它们，你去诵读它们，就会提高你自身的能量频率。下回如果你喝凉水都塞牙缝，可以试一试。我是一个好人，平时还搁家念念准提咒，也不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我为什么还要修闻佛法？我最近在看一本书，就是讲一个人怎么才能幸福的过完一辈子呢？尤其是老年的时候，想看书眼睛不好使，想听广播耳朵不好使，想出去溜达溜达腿也不好使，可咋过呀？怎么看待自己天天慢慢变老呢？这本书就讲跟踪了840个人长达75年，有的都跟死了，这里头还包括肯尼迪，就总结出能让人幸福的一些条件，比如说有宗教信仰、利他、好的婚姻、结交新朋友，都是能让人变幸福的一些条件。对这答案我不是特别满意，反倒是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轮回，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不过就是我们这辈子住的一个房子，你保存的再好，下辈子用不上，就跟我们发新房子了，人手一个，你不要都不行。对于这个一定会扔的东西，又何必耗费你太多的精力呢？这么一想，是不是轻松多了？佛教中还有好多这种类似的智慧，都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幸福的。也不是说不让我们做坏事，你可以做，但你要知道，其实你是对你自己做的坏事。你要做好事，你也是为你自己做的好事。这就是因果法则，它不仅仅包括因果法则，讲的特别细，甚至包括离大傻子远点。我是大傻子。释阿勒行里就说远离10种人，2乘众，他们只会让你离真理越来越远。还有呢，就是面对死亡也是得坦然的接受。我之前看过一本书，就是讲死亡的各种过程，不是佛教的一本书，佛教也有专门讲面对死亡的时候，都是觉得终于升级，终于通关了，要打下一关了，太好了，我马上要死了，都是这种感觉去面对死亡。我现在可能是太健康了，完全不畏惧死亡，可能真的要到快死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害怕吧。还有看到人生老病死，看到一件事物兴衰成败，或者是自己在经历特别倒霉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总会想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实际上佛教也告诉你了，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，就是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没有啥是不变的。好事能一直好吗？坏事能一直坏吗？有生就有死，有兴就有衰。
这就是无常法则。当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一切现象皆非无因，都是你之前种了这样的种子，在此时此刻必然会开花结果。我以前总是在为我所有的事情做好各种保护工作，避免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，破坏到他们，让我自己遭受损失。当还是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无力，因为我明明已经做到最好，可是还发生了不好的事情，而且这些不好的事情呢，还都是那种小概率的随机发生事件，你想都想不到，就你想预想都难的那种事情，我就会一直纠结，甚至想1年2年。自从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都不为以后的事儿担心了，我也拦不住，该发生它肯定发生。也是因为这个道理，在发生不好的事儿的时候，我就立刻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完美的借口。佛教当中对这些负面的情绪叫贪嗔痴。我之前看过一本书，就是说生气和开心是一样的，它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。如果你压抑自己不生气，那你就会憋出来别的毛病。虽然生气、负面情绪、贪嗔痴是要戒除的，那也是在你看透你不会生气，你明白孩子吗？都是会做错事儿的，是这种心态，而不是本身就在负面情绪里，然后还让自己不生气，我觉得挺难的。活佛就说他在巴黎打出租车，出租车司机态度特别不好，就像不给他钱似的，开得特别快，然后一个急刹给活佛给整受伤了，完全没有歉意。活佛呀，那能是吃素的吗？好吧，活佛是吃素的，他尿在出租车里了。我当时看到这儿我都懵了，这是活佛干出来的事儿吗？我看的书是谁写的？然后我就马上把书翻到第1页，看版权信息那页，好像确实是活佛干的。然后在我再生气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生气怎么了？活佛还生气呢？活佛生气他都尿人车里，我最起码没干出来尿人车里那么过分的事儿。然后我又想，他不应该把这故事写出来，这像一个封面是给别人示范似的。然后你也看到了，在我想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已经忘了我刚才为什么生气了，所以我决定把这故事也分享给你，在你处于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也能想到这个故事，然后跳脱出来。我自己觉得呀，佛教啊，还有很多先贤的智慧，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些宇宙当中普遍存在的规律和真理。佛教就说，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明白吗？你没明白也行，你只要相信，你就是我们教的。你要是明白了，你的生活就能更幸福。来，第一课就是你早晚都得死。非常富有的人，开保时捷的人，天天吃喝玩乐，夜夜开 party 的人，在智者眼里，他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，让他远离真理？可以修闻佛法，那都是上辈子做了天那么大的好事才能了悟真理。我们都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了，为什么还要一直学习呢？前2天大皮皮状态又开始不好，又开始怨天尤人了。最重要，他就是老把他自己犯的错误赖我身上。我说，你前2天不都学会感恩了吗？他说，你最近没给我讲小故事，我有点忘了，你还得给我讲啊。我们就是在这个梦里，在这个虚拟的游戏里，可是这个游戏这个梦太真实了，真实到我们经常忘记我们就是在梦里，所以要经常的修闻佛法，告诉我们，你去你的，这就是个游戏，别太当真。这游戏连存档都不能，这个梦境都不能接上。这是闻佛法，修佛法都是我自己的愚见啊。前一段时间，大皮皮手机就响了，他没接着，他也不知道谁给他打的电话，他就让我帮他拿手机输入一下微信的号码，看看他认识不，是不是他单位。然后他就说号码，我就拿起来手机。在我拿起来手机的时候，我内心就有一个声音就喊着跟我说，没有这个微信号码。然后我一搜，真没有。我平时吧也胡说八道的，干什么事都不太认真的那种，我也怕我就是因为这么想的，然后说出号码，我就又给大皮皮确认了一下，确实是没有号码。就前一阵我那阵在读与神对话的时候，我就真的能听到我内心当中的声音，而且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灵感和直觉都特别强。然后那段时间之后呢，我就遭遇了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，就开始没有那种连接上的那种感觉了。我们修佛法的时候，平心静气的时候，才能了悟真理，
接通宇宙，听到内心的声音。爱因斯坦、达利，他们不都老冥想，然后在冥想当中获得灵感。现在就是运动员，他们都会在比赛之前先冥想一段时间，让自己平静，然后进入状态。我估计都是一样的道理，这只是我现在的理解，我认为应该不止这些。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些愚见吧。今天就聊到这，拜拜。